魏亮很快便将3人安排妥当。胡乐琪与舒兰被安排进了成人病区，小吉米则被安排在了儿童病区。詹姆斯·史密斯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给儿子办理好住院手续，全程像是做梦一样。他还以为儿子已经没机会参加九旋制药的临床试验，刚才还在跟老婆讨论是不是把孩子带回美国做临终关怀，可没想到一转眼的功夫，一切就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对九旋再造丸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詹姆斯·史密斯此刻只有一个念头，那便是儿子的命这次真的保住了。他心里不禁猜测，这一切究竟是谁在暗中推动？胡月琪偶然间认识的那个林先生，难道真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在他一时间陷入迷茫的时候，他的老婆珍妮忽然打来电话。詹姆斯·史密斯这才想起来，自己光顾着激动和好奇了，这么重大的事情竟然没有及时跟老婆同步一下进度。于是他立刻接通电话，还没等他开口，电话那边的珍妮便迫不及待地问道：詹姆斯，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詹姆斯·史密斯激动不已地说道：吉米已经被他们收治了，我刚给吉米办完入院手续。九旋制药的内部有一个临床试验基地，我和吉米就在这里。珍妮激动万分地脱口质问：真的？詹姆斯，你说的都是真的吗？你不是开玩笑吧？没有骗我吧？詹姆斯·史密斯语气十分笃定地说道：亲爱的，我怎么会拿这么重要的事情跟你开玩笑？现在吉米已经在病床上了，他们的医生正在给吉米做检查。说着，他连忙又道：你等一下，我给你发个视频。没等珍妮回应，詹姆斯·史密斯便挂断电话，给珍妮发了个视频通话过去。珍妮也立刻接通，很快，珍妮便在手机屏幕上看到了正在住院区走廊快速奔走的詹姆斯·史密斯。詹姆斯·史密斯切换了摄像头，他已经跑回了吉米的病房。刚推门进去，便见2名医生正在给昏迷不醒的吉米进行细致的检查。这些医生都是九旋制药从各大肿瘤医院挖来的医生，他们在这里主要的任务并不是治疗患者，而是用最专业的手段监测每一位患者在采用九旋再造丸治疗前后的身体变化，以此来记录九旋再造丸的具体药效。见詹姆斯·史密斯回来，一名医生便开口对他说道：请问您是吉米的父亲史密斯先生是吧？詹姆斯·史密斯连忙点头说道：我是。医生，请问我儿子现在怎么样了？医生道：目前看，吉米的情况不是太好，他的各方面都已经是癌症中末期的指征，不过目前还没有生命危险。我们刚才已经为他采了血，已经送去检验科进行全面的癌症指标检查，马上安排他做一个 PET CT， 看一下目前癌细胞的分布情况。詹姆斯·史密斯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请问你们什么时候能开始给孩子服用九旋再造丸？在詹姆斯·史密斯看来，九旋再造丸是自己儿子目前唯一的救命稻草。至于抽血、做 PET CT， 这些都只是例行的癌症检查，没有任何治疗效果。医生也理解詹姆斯·史密斯的心情，解释道：这个您不用担心，我们之所以要给孩子抽血、做 PET CT，主要也是为了先掌握孩子入院时的身体状况，这样也能与后续有所参照和对比。说着，医生又道：我们已经把孩子服药前的血采完了，现在就送孩子去放射科，先打造影剂，然后直接做全身的 PET CT， 从 CT 室出来就立刻给孩子服用2颗九旋再造丸。詹姆斯·史密斯惊喜地问：一次服用2颗？对，医生点点头，考虑到吉米的情况比较危重，
我们打算先给他5天的快速巩固期，这5天里，我们每天都会给他服用2颗9旋再造丸，让他的身体状态能够快速恢复。5天之后，我们进入稳定期，每天1颗9旋再造丸，直至病愈出院。詹姆斯·史密斯顿时松了一口气，1天2颗9旋再造丸，连吃5天，儿子一定能够得到很大的缓解，说不定5天之后都能下床了。想到这里，他连忙感激不已地说道：“实在是太谢谢你们了。”医生微微一笑：“不用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说着，他看了看时间，道：“差不多该去放射科了。史密斯先生，跟我们一起吧。”好，詹姆斯·史密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随后与医生一起推着儿子的病床前往放射科。抵达放射科后，护士为昏迷的吉米注射了造影剂，随后便将他推入了 CT 室。由于派特 CT 是全身扫描，所以时间会相对较久。詹姆斯·史密斯心情多少有些焦急，他急的不是派特 CT 的结果，而是急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吃上今天的9旋再造丸。当詹姆斯·史密斯在 CT 室门外不停踱步的时候，魏亮从放射科的入口走了进来。詹姆斯·史密斯一眼看到魏亮，赶忙上前，毕恭毕敬地说道：“魏总，实在是太谢谢您了。”魏亮微笑道：“史密斯先生，吉米能有这个机会，你应该谢的不是我，因为在我这里，吉米这种超过10岁，而且家境富裕的孩子，是不符合收治标准的。我们的临床试验项目有明确的积分规则与算法，我必须要遵照这个规则来筛选名单，没有权利超出规则范围。”詹姆斯·史密斯忍不住问：“魏总，我想知道，究竟是谁给吉米开了这个口子？”魏亮笑道：“能给你开这个超出规则外口子的人，自然是制定这个规则的人了。只有他才有这个权限和资格放吉米进来。”詹姆斯·史密斯好奇地问：“您不就是9旋制药的 CEO 吗？”魏亮点点头：“我是 CEO， 但我不是老板。真正的老板，你见过，就是那位叶晨叶先生。”叶先生，詹姆斯·史密斯惊呼道：“他是9旋制药的老板。”当然，魏亮笑着说道：“9旋制药能有今天，全仰仗叶先生。”说着，魏亮又道：“对了，忘了告诉你，胡乐奇他们遇到的那位林先生，其实就是叶先生，只不过叶先生因为个人原因，没有向他们俩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恰好他们2位也是癌症患者，叶先生便决定给他们2人开个特殊的口子。随后叶先生就想到了你和吉米，这才让胡乐奇把你们也叫了过来。”詹姆斯·史密斯瞪大眼睛，喃喃道：“原来叶先生才是9旋制药的老板，怪不得那日我在费家的科研中心见到他，就连费小姐都对他毕恭毕敬。一想到当初是自己的傲慢错过了9旋制药，可叶晨竟然主动给了吉米这个生存的机会，这让他心中极度感激叶晨。于是他下意识地问魏亮：“魏先生，不知我有没有机会能跟叶先生见一面？”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